我是被保姆调换的真千金。亲生父母找到我时，我正赤脚在田里插秧。他们皱着眉头，将满身污泥的我打量一遍，不由自主护紧了身后那个穿白色公主裙的小女孩。就在10分钟前，我还是白水村靠着低保生活的贫困户。10分钟后，我竟然被告知自己是本市首富顾之舟19年前被保姆偷换的亲生女儿。村委办公室里，4个人整整齐齐站在我面前，首富和首富太太正一左一右牵着那个顶替了我近20年人生的小姑娘。首富太太泪眼婆娑，声音哽咽地问我：“你叫夏浅浅，刚过19岁生日，一个人住在白水村东头的危房里，对不对？”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子，顺手将胳膊上的汗蹭到衣服上，点了点头：“是我，咋地？”首富太太顿时红了眼，上前一把拥住我，疼惜地摸着我的脑袋：“我的宝儿，都是妈妈的错，都怪妈妈没有看好你，这才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啊！”我疑惑挑眉，不明所以地看了眼旁边的村长，又看向女人身后的中年男人。他抬起眼镜，用随身携带的锦帕擦了擦眼前的雾气。这时，旁边一直不曾言语的年轻男人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扶住哭得几近昏厥的首富太太，随后又用满是嫌弃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并告知我，他是我的亲哥哥顾锦成，而旁边的男人就是爸爸，也是临城首富。而被他们一直护在身后的小姑娘，好奇地朝我走了过来。结果在还有近1米的距离时，突然惊呼一声，捂着鼻子后退了很远。我拧着眉头，眯着眼上下扫视着她。同为女人，我能清晰地感知到她对我有着莫大的敌意。见她脸色难看，首富和首富太太急忙将我撇在原地，围到她跟前：“我们囡囡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哮喘又犯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穿着公主裙的女孩摇了摇头：“我没事，就是姐姐身上有些难闻。你们知道的，我有鼻炎，对味道有些敏感。”闻言，我的亲哥顾锦成拿起村委办公室的扫把，就要把我往外赶。“夏浅浅，怎么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，这也太不讲卫生了，浑身臭烘烘的，恶心死了。要是回头害得嫣然的鼻炎犯了，我要你好看。”我一把抢过顾锦成手里的扫把，没好气地回怼道：“农民下地干活，这一身臭汗不很正常？你当我是别人家千娇百宠的大小姐吗？”说罢，我越过他，直勾勾地看着顾嫣然：“你说，我说的对吗？强占本该属于我人生的冒牌顾大千金。”顾家人闻言俱是一愣，表情由惊愕转为愧疚。顾嫣然更是低垂着眼睛，一声不吭。我首富老爸立马解释道：“这跟嫣然没有关系，要怪只能怪你的养母，也就是当年妇幼保健院的护工，狼心狗肺，心思恶毒，趁我们不注意，偷偷把家境优越的你跟嫣然换了。”听到首富老爸这么贬低自己的生母，顾嫣然咬着嘴唇，羞红了脸，抽抽噎噎流下2行清泪。“爸！”顾锦成对他使了个眼色。首富老爸意识到失言，立马闭了嘴。顾嫣然双手搅在一起，局促地抬起脸，眼眶蓄满泪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找到了姐姐，还会要我吗？”我亲妈心疼地搂着她，像哄小孩一样温柔：“说什么傻话呢？嫣然这么乖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，也是哥哥最疼爱的小跟班。”顾锦成揉揉她的脑袋，附和道。顾嫣然擦了2把泪，窝在我亲妈怀里，笑弯了眼。还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倒是我一直都这么多余。不过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我也无所谓。顾嫣然挑起眼尾，视线正好落在我身上，得意又带着点挑衅：“呵，有意思了，跟他亲妈的眼神是一模一样。他们今晚就要带我回家。”一直守在门口吃瓜的村长凑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我低个神啊，首富是你爸啊！不过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的样子？我猛灌几大口水，润润快要干涸的嗓子，答非所问：“哎，村长，今天的工钱结一下呗。”村长眼睛瞪得像铜铃：“你都是首富家的千金了，
还在乎这仨瓜俩枣？我摊平手掌，咧嘴冲他微微一笑。我应得的为什么不要？我准备回去洗澡，顾锦成直接把我拽上了保姆车。今天干活的出头，是隔壁王奶奶借我的，说好了下午就还。算了，太阳下晒了一下午，嗓子疼，不想费口舌解释了。亲爸亲妈亲哥像保护即将灭绝物种一样，围着顾嫣然坐在离我最远的位置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扭过头看向窗外，十分的冷傲霸气。亲妈尴尬的微笑，宽慰道：“浅浅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你哥哥刚才不是故意责怪你的，只是你妹妹她有鼻炎，对气味特别的敏感。咱们家这么多年，甚至连香薰都不敢摆。”我清了清喉咙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是那是那，温室的花朵那自然是比我娇贵的，不像我，跟个野孩子一样，哪怕断了腿都没人管。我能活到现在，除了命硬，就是运气好。碰到王奶奶这么善良的人，运气好吗？被有钱的家人找到，还不好吗？啊，真他妈操蛋的人生！”我无奈苦笑一声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被重点看护的顾嫣然却开了口，声音呜咽：“浅浅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得你这么苦。”我呜呜呜，怎么又哭上了？她脸上那2只黑洞洞是泉眼吗？我使劲揉了2把齐耳短发，不耐烦道：“拜托，你别哭得好像死了亲妈一样好吗？不知道的还得以为受苦受难的是你呢。流2滴鳄鱼的眼泪就可以偿还你亲妈17年的罪业了。想说对不起，就拿出点诚意来。我不说多，你去跟你亲妈住1年好不好？住1年，我立马原谅你。”顾嫣然立马憋住了哭声，身体不住颤抖，抓着我爸妈的手，死命摇头。首富老爸无奈地捏着眉心。我亲妈拍着顾嫣然的后背安抚，半晌才开口道：“浅浅，我们亏欠你的会倾尽所有来弥补，但你被报错的事跟嫣然无关，希望你不要把怒火发泄在她身上。嫣然性子软，心性单纯善良，她跟你道歉绝对是诚心诚意的。你能不能看在爸爸妈妈的面子上不跟她生气？她会是一个好妹妹的。”我瞪大眼睛：“是我要跟她生气的吗？”她表里表气的上赶着找骂好不好？一直看我不大顺眼的亲哥深吸2口气，按灭从上车就在摆弄的手机，抬头认真看着我：“浅浅，注意你的措辞。你能回归家庭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们一家能其乐融融。我相信你回来了也可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要再针对嫣然了好吗？还有下地插秧这种事情，以后就不要去了。爸妈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你现在是顾家千金，要做符合你身份的事，就像嫣然这样，学学画画，弹弹钢琴，经常参加一些成功人士的聚会，对你的未来大有裨益。嫣然各方面成绩都很优秀，以后你有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请教他。”我的亲生爸妈边听边点着头，笑着看向顾嫣然，好像她就是顾家的骄傲。而顾家骄傲，被夸2句就忘记了刚才的不痛快，睁着一双天真无辜的大眼睛，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教：“姐姐，哥哥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田里面的泥巴又臭又脏，根本就不是我们女孩子应该待的地方。你应该像我一样，没事弹弹琴，看看书，不要再做那种没有档次的事情。表面上言辞恳切，用心良苦为我好，暗地里搁那埋汰我不是正经人儿，还低俗呢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在田里插秧是闲的没事儿体验生活呢？果真是公主不知人间苦啊！”我把刚从村长手里领的工资130块钱拍在沙发座椅扶手上。但凡你亲妈对我仁慈一点，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，至于翘课出来帮人种地，给自己赚生活费。说完，我又把钱捞起来揣兜里，嗤笑道：“这可是我1个星期的生活费，不藏好，还要被那疯女人抢了去。”顾嫣然脸色青白，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我不屑地勾了勾唇角，好像就你们长了嘴似的。生活的亏我可以吃，平白给我的羞辱必须还回去。
特别是鸠占鹊巢不自知的白莲花，顾家不愧是首富，住着跟皇宫一样的4层大别墅。不过对我而言，也就是一个能睡觉的地方。保姆提前帮我收拾了房间，实在太困了，洗漱完倒头就睡。我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完了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我换上校服，拽起书包，大力推开门往外狂奔，2步就从2楼楼梯潇洒跳下，吓得保姆直溜地打了个挺。浅浅，来吃早餐啦！我猛刹住脚，摆了一个古希腊制铁饼者雕像的姿势。餐厅里一家人整整齐齐看向我，神情说不出的，一言难尽吧。哦，我站直身子，精神顿时萎靡，晃晃悠悠走过去，四四方方的桌子，他们一人站一边。保姆急忙搬来一把凳子，却不知道该放哪里。顾嫣然懂事又有礼貌地说：“阿姨，就放我和妈妈之间吧。”我亲妈赞赏地看了她一眼，首富老爸和顾锦成也欣慰地点点头。顾嫣然又帮我摆好餐盘，里面是我从来没吃过的西式早餐。姐姐，这些都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，多吃点，平时都吃不到这些东西吧？我往椅子靠背上一摊，举手：“阿姨，帮我拿双筷子，谢谢。”然后转向顾嫣然：“是啊，你亲妈成天镶在牌桌上，对我非打即骂。我要过饭，喂过猪，吃百家饭长大，没饿死都是我命大。”顾嫣然咬着嘴唇，看我的眼神怨毒。我发现只要我提顾嫣然亲妈，她闭嘴闭得可快了。小样，阴阳我，看我不膈应死你！倒是在我亲妈眼中看到一丝心疼。她拿出一张银行卡和一台新手机：“浅浅，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。手机里存了我们一家人的电话，方便联系。”我点点头，把卡和手机装进书包。首富老爸接着开会似的讲了3件事，统共就是改名、转校、办宴会庆祝我回家。他们给我的新名字顾小涵，希望我以后的日子安宁和顺，心思豁达包含他人。其他我同意，但我不同意转校。马上要高考了，转校对我影响很大。姐姐是怕转到贵族学校学习跟不上吗？没关系，我是年级第1，会帮姐姐补课的。我抓紧时间吃饭，没理会她。新家离学校太远，我没时间浪费在她身上，但她的好意我记下了。他们安排专人司机接送我上下学。不知道我是首富女儿的消息是谁传到学校的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在冒星星。浅浅，你真太幸运了，不仅成绩好，还有这么有钱的爸爸妈妈。浅浅，苟富贵勿相忘，快，作业拿来我抄下。浅浅，你是不是要离开这里？以后我们都见不到你了。我无可奈何地把一个个小脑袋弹开。放心，高考前我都在这里，要离开也是因为去上大学。那个家并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。上课铃响了，今天是第2次省联考，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全力以赴。这是我溃败的生活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刻到了。放学后，司机送我回了一趟老家。远远等着，屋里传来噼里啪啦麻将碰撞声，夹杂着男男女女骂骂咧咧吆喝声。从窗台缝隙看到夏梅叼着烟，肥硕松垮的脸上布满阴云，吊3角眼目不转睛盯着桌面，吞云吐雾的同时熟练地摸牌，然后狠狠砸在桌上，嘴里骂了一句娘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让人作呕。我转身去了隔壁王奶奶家。王奶奶年轻守寡，没有再婚，没有儿女，待我就像亲孙女一样。小时候夏梅不给我吃饭，是王奶奶从本就拮据的生活中省下大半碗饭给我。我固执的不肯接受，她就让我帮她喂猪来换，喂一次猪能换大半碗白米饭，这是我童年时期最快乐的事情。后来王奶奶带着我捡破烂、收废品，告诉我哪个废品站1斤能多卖2分钱。夏梅打牌输了就拿我撒气，下手又重又狠。12岁那年，我跟踪她去了市区，被她发现，手臂粗的棍子硬生生把我腿打断，然后扬长而去，继续打麻将。
是王奶奶带上她捡破烂攒的所有积蓄，背着我走了10里路到卫生所帮我治腿。虽然腿治好了，却留了一道又长又丑的伤疤，但我无所谓，残破的身躯多这一条疤不算多。我想就这样跟着王奶奶过一辈子也是一种幸福。可王奶奶前段时间生了病，需要很多钱。我看着零星的存款不甘心，愤愤不平，所以我跟一个混社会的大哥交易，向顾家放出我是他们被抱错女儿的消息。顾家不管要不要接受我，都会为了面子给他不小的好处。果然，顾家千金1个月的零花钱就能解决我的燃眉之急。我不顾王奶奶的反对，一把抱起骨瘦如柴的她走向司机。我把王奶奶带到医院，又让护士帮我联系了一个护工，才回到顾家别墅。庆祝我回家的盛大晚宴在周末举行，除了顾家的亲戚朋友，本市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。一时间，别墅灯火通明，好不热闹。顾嫣然穿了一套纯白的高定公主裙，与一群同龄伙伴交谈甚欢，而我选了一套黑色长裙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当亲妈带着我从旋转楼梯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惯会人情世故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赞美我的美貌同亲妈如出一辙，不愧是亲生的。亲生的3个字狠狠刺痛了顾嫣然，让她失去安全感。以往这些奉承可都是属于她的。她眼神冰冷，看我像是看着马上要夺走她所有光环的敌人。我视线与她在空中交锋，不避不让。刚下楼梯，顾嫣然就换了一副温顺乖巧的表情，带着她的伙伴们围了上来。她扶着我的手，有些卑微地跟我介绍那些富家子弟。她越是放低姿态，那些富家子弟看我的眼神越是厌恶。一个整容整得跟芭比娃娃似的女生轻笑一声：“嫣然，这就是你那土包子姐姐呀？捂这么严实，她不怕捂出痱子吗？”富家子们被她逗乐了，瞧着我哈哈大笑起来。顾嫣然急忙善解人意地帮我解围：“子轩，你别这么说我姐姐，她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宴会，哪懂那么多呀？哦，也是呢，听说她还喂过猪，你们说她身上不会有猪粪味儿吧？”所有人远离我1米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我勾了勾唇角：“喂，那个什么绿轩红轩的。”笑得前仰后翻的整容脸捂着嘴看着我：“干嘛？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果然是从乡下来的土包子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你鼻子歪了。”整容脸惊恐万状，急忙用手按住鼻子摸了摸，又拿出镜子仔仔细细照了个遍，发现我在逗他时，恼羞成怒，要冲上来打人。我活动活动肩膀，左右晃下脑袋，把指关节捏得咔咔响，不慌不忙道：“我可没说你鼻子现在歪了，待会歪也说不准呢。”整容脸呆在那里不敢动了。顾嫣然又适时地出来替我说话：“你们不要介意，我姐姐从小长在农村，也惯了的，就喜欢跟人动粗开玩笑。”整容脸又挽着顾嫣然胳膊：“嘤，还是嫣然温柔又善良，成绩又好，这次省联考685分，又是年级第1，全省第27呢。不知道你那个姐姐在野鸡高中排第几哦？”哈哈哈！说完还不忘白我一眼。我啧了一声：“排第几你查下不就知道了？省联考的名次都是公开的。”富家子弟甲不屑道：“我看了前100名，再也没看到第2个姓顾的，估计榜单前500都不会有他。”顾嫣然得意地抬起头：“我姐姐虽然成绩不好，但我答应给她补课，你们就别取笑她了。”我善意提醒：“哦，我原名叫许浅浅，你再看看呢。”现场静默了2秒，富家子弟已震惊到结巴：“许浅浅，全省第2。”顾嫣然的笑顿时僵在脸上，不可置信的一把夺过手机，气息渐急，眼睛不自觉瞪大。我心里嗤笑，一群眼睛长到头顶的蠢货。好半晌，顾嫣然才平复心情，嘴角微微抽搐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姐姐藏得可真够深啊！”哈哈哈！转头拿出一个礼盒，试图转移话题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：“姐姐，这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礼物，
你看看喜不喜欢？我想也不想就知道这里面的礼物不便宜，而且铁定是我用不上的。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这种场合羞辱我这个土包子，所以我没接。我知道顾嫣然的软肋，也记得他上次的好意，所以我盯着那礼盒，礼貌地报答他：要不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亲妈吧？他换成钱，应该能在棋牌室住上7天7夜。顾嫣然的脸突然涨红，眼泪跟着就要下来。姐姐，我一番好意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糟践我？我挑挑眉，一番好意，亏他说得出口。我要什么，爸爸妈妈自然会给我。你的好意应该是孝顺你的亲妈，毕竟她处心积虑为你谋了这锦衣玉食，你可不要做白眼狼哦。左一句亲妈，右一句亲妈，顾嫣然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看顾嫣然的眼神心疼不已，站起来拎着我的衣领俯视我：你最好给嫣然道歉，就算你是顾伯伯的女儿，我也不会客气。大块头，你这么着急替顾嫣然出头，难道是你喜欢她？你喜欢她什么？泡茶功夫一流吗？要不要我去帮你们跟我爸爸妈妈说一声，让你们定个亲什么的？我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会答应。顾嫣然目眦欲裂：顾小涵，你够了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耸耸肩，就这智商也想跟我斗？我一根根手指掰开大块头，无所谓道：你看人家不同意。大块头羞愤难当，拽着我的衣袖推开我，力道之大，直接扯掉了中看不中用的高定长裙的衣袖。我向后猛退几步，撞倒一排酒桌，装满各种果汁饮料的水晶杯体哗啦啦碎了一地，倒在中央的我裙摆湿透。我随手一挥，将拖地长裙撕成小短裙，露出我精心遮挡的丑陋伤疤，除了脸和脖子，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好肉。大厅内哗然一片，这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多这么恐怖的伤疤？我挑眉看向顾嫣然，得逞地笑了笑。我亲妈最先没忍住，流着眼泪把我抱在怀里：我的女儿，你到底受了多少罪呀？呜呜呜！顾锦成眼底也流露出一丝错愕，首富老爸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。我拍拍我亲妈的后背，把她交给顾锦成。本来我不想提的，既然都闹成这个局面了，我就趁着今天这个宴会跟爸爸妈妈请求一件事，希望你们能起诉夏梅。我这一身伤都是证据，而且我能细数出每一道伤疤的来历。这一条是夏梅打牌输后用烟灰缸砸的，这一大片夏梅放狗咬的，腿上这条缝了18针，夏梅用木棍打断了我的腿，还有这条。这些显贵们、亲朋好友们大多都听过我的故事，却不知道我的经历。看着我这一身触目惊心的伤，纷纷替我抱不平，眼神带刀，一把把扎向我身后的顾嫣然。毫无人性，什么样的畜生能对一个小孩子下这么重的毒手？简直就是魔鬼，不配为人，必须让他受到法律制裁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太惨了，也不知道这小姑娘是怎么挺过来的。呜呜呜！首富老爸面带愧疚从人群中走出来：小涵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听话的闭了嘴，我也不想再提起那些难过的往事，每回忆一次就像活被凌迟一次，这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提起吧。管家适时地送走聚会的客人，接下来就是关起门商量处理办法了。结果令我意外的是，他们3人一致决定不起诉夏梅。首富老爸率先开口：小涵，我们会补偿你的委屈，只是起诉夏梅的事，还是算了吧。我心凉了半截，转头看向我亲妈：您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亲妈刚才哭红了眼，这会儿咬牙点点头：小涵啊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，夏梅会为她做过的事付出代价的，你也不要再为难我们和嫣然了好吗？我泄气般坐在沙发上苦笑：我能知道原因吗？3个人怜悯疼惜的目光同时落在顾嫣然身上，一直保持沉默的顾锦成坐到我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小涵，如果我们起诉夏梅，她肯定会坐牢，这会对嫣然的未来造成很糟糕的影响。嫣然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
他体贴孝顺又聪慧，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因为那样一个畜生亲妈断送前程。我们以后也会加倍疼爱你。你能理解爸爸妈妈和哥哥的良苦用心吗？面对这样的道德绑架，我竟然无言以对。他们宠爱顾嫣然，我没有伤心；他们数落我不着调，我没有伤心。而在我揭开我用命换来的满身伤疤，他们对施暴者不予追究责任时，我心灰意冷。我无力地站起来，轻哼一声：“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们，我跟人打过架，跟狗抢过时，我脾气不太好，所以你们看紧顾嫣然，只要她不主动招惹我，我没那个闲心为难谁。至于夏梅，我必须让她付出代价。你们不出手，那就我自己来。高考在即，我必须全力以赴，唯有靠自己才能摆脱暗无天日的桎梏牢笼。我每天回别墅之前都会去看看王奶奶，她做了手术，谢天谢地，很成功。护工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回到别墅，除了吃饭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房间里复习功课。又是一个周末，我亲爸亲妈和哥哥受邀参加一场宴会，只有我和顾嫣然在家。我学习到8点，有点口渴，下楼打了一杯水上来。就在我上楼准备回房间的时候，顾嫣然拦住了我：“顾小涵，站住！”自从上次顾家人站在他那边，表态不会追究夏梅后，顾嫣然在我面前装都不想装了，不再哭哭啼啼，也不自卑自贱，而是用顾家大小姐的口气跟我说话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径直往屋里去。这时保姆阿姨从楼下路过，顾嫣然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：“姐姐，爸妈不在家，你跟我聊聊天可以吗？”我再强硬的离开，被顾家人知道了，又该说我没教养了。而且我也很想知道，这大半个月过去了，他又憋出什么损招了。我冲楼梯下的阿姨打了一个响舌，她抬头叫了一声：“大小姐。”“二小姐。”“阿姨，麻烦你上来一下。”阿姨上来靠墙，站在我和顾嫣然中间。我微微一笑：“阿姨，你给我做个见证，别一会儿有人自个非要拽着我的手把自己推到楼下，还污蔑是我推的。”阿姨愣了，看着我俩满头问号。顾嫣然就好像那心思被戳破的小贼，脸上颜色变化纷呈。我嗤笑：“好了，想聊什么？请。”顾嫣然没好气地瞪了一眼保姆：“阿姨，你站远点看着，我要跟姐姐说几句悄悄话。”阿姨看到我点头，才挪远了些。顾嫣然露出得逞的笑容：“姐姐，你想考什么学校？我好提前避雷，一定不跟你同校。不用担心，我上的学校你还够不上。”顾嫣然沉下脸，语气冷傲：“顾小涵，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是爹不疼妈不爱，亏得你还是他们亲闺女，还不如我这个报错的活得潇洒自在。”我成功被他激怒，咬牙瞪着他。顾嫣然趁热打铁：“顾小涵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准告诉妈妈哦。”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，他得意极了。其实爸爸早就知道你的存在，他就是不想去认回你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咬牙切齿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因为他知道你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，早已经烂到根了，就算接回来也养不好，还不如直接放弃。一字一句都戳中我心肺，我怒不可遏，端起手中的杯子泼了他一脸水。他低头抬眼阴笑，看得我心中一颤：“我的好姐姐，你中计了。”说完直接倒在地上，捂着脸在地上不停翻滚大叫：“啊啊！我的脸！救命！救命！姐姐，你为什么拿酒泼我？你明明知道我对酒精过敏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”而在此时，参加宴会的顾家人一起进门，正好看到这一切。顾锦成立马3两步跑上来，抱起顾嫣然，他手松开，满脸红色疹子。首富爸爸赶来，呵斥保姆发生了什么事。保姆不知道我们说了什么，只看到我泼了顾嫣然一脸水。首富爸爸夺过我的杯子，在鼻下一嗅，立马瞪视我：“杯子里为什么有酒？”还不等我解释，他扬手结结实实扇了我一巴掌，摔碎了杯子，也摔碎了我的心。
我头偏向一边，舌尖尝到一丝血腥。他愤怒朝我大吼：“你果然已经烂到根子里，我就不该把你接回来。”我反应了2秒，原来顾嫣然刚说的是真的。我亲妈哭得撕心裂肺，比那天看到我身上的伤还要伤心。顾小涵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们教你的教养你一点没学进去，就学会了夏梅的狠毒吗？顾锦成恶狠狠瞪着我，恨不得剜我一刀，咬牙抱着顾嫣然往医院去。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大别墅瞬间寂静的吓人，原来是杯子被动了手脚啊！我看着这场闹剧落幕，收起愤怒，无声笑了笑。顾嫣然说那些话刺激我，不就是想让我泼他吗？我成全他就是了。他一定觉得自己的计谋很完美，又赢回一局，甚至能把我踢出顾家吧。可他怎么知道，就一定是他设计的我，而不是我黄雀在后呢？我可是给他们准备了好大的惊喜呢。第2天，我照常上学，司机看我的眼神也带着怨气。顾嫣然学习好，有教养，会虚心请教哥哥问题，这满足了哥哥被崇拜的虚荣心，也满足了父母心中对好孩子的期待。所以顾家人都喜欢他，包括管家、保姆、司机都喜欢他。若是他精心的伪装被拆穿，他们还会喜欢他，拥护他吗？真想看看那个场景，一定很有趣吧。晚上我照常去看王奶奶，甚至想留在医院过夜。那个家让我感到压抑。王奶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我认回了有钱的爸妈，以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。说到这，她都忍不住偷偷流泪。终于不用再吃苦了呀，思妞，奶奶为你高兴。我拉着她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奶奶，等我考上了大学，我就带你一起离开这里，我给你养老。”王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推我回去。回到别墅，顾家人面色凝重地坐在客厅，应该是等我。首富爸爸见我进来，沉声对管家说：“上家法。”管家恭恭敬敬请出一条红褐色的短鞭。我有一瞬的震惊，顾锦成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。首富爸爸神情严肃：“顾小涵，你知不知错？”我没错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我，跟夏梅那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打！管家说了一声抱歉，一鞭子就抽在我背上。我咬牙闷哼一声，感觉后背要炸开一样，痛得钻心。几息后，我稳住呼吸，挺起脊背。我没错，我打的是白开水，为什么有酒？你们得问顾嫣然。我亲妈跪在我旁边，哭泣道：“小涵，你就跟你爸爸服个软吧，再去跟嫣然赔个不是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”我没错，继续打。啪啪，我死死咬紧牙齿，没泄出一声，但还是撑不住火辣辣的疼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重重喘息，喃喃呐喊：“这就是你们说的加倍疼爱我吗？”首富爸爸蹲在我眼前，满眼冷漠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给嫣然道歉？什么时候才能继续上学？好在嫣然已经脱离危险，没有大碍，要不然我非打死你！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顾锦成也不愿再多看我一眼，跟着他爸进了楼上顾嫣然的房间。我亲妈把我扶起来，放在沙发上，吩咐保姆帮我擦药，抹着眼泪离开了。我本想等高考完在线上给他们的惊喜，可显然他们已经等不及了。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，顾家人搀扶着顾嫣然下楼吃早餐，是我于无物。我垂头丧气踱到餐桌边，跟首富爸爸说：“爸，我知道错了。”首富爸爸依然冷着脸：“你应该向嫣然道歉。”我知道，我也想通了，既然要道歉，就该拿出诚意。我想以爸爸的名义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，好好跟嫣然妹妹道歉，赞扬她不计前嫌、宽容大度，同时也向大家表决心，以后跟妹妹跟大家和睦相处。我说的无比真诚，把自己都要感动了。首富爸爸惊讶地看着我，半晌才点点头。顾家千金认祖归宗是大事，目前也只有上次参加宴会的人知道。理应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向社会公开，此事对公司的名声也大有好处。我亲妈拉着我坐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”顾嫣然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
露出得意的笑。在顾嫣然的央求下，记者发布会在他身体康复的第2天举行。此时距高考也只有10天的时间，当天大大小小的记者、蹭热度的网红挤满了会议室。这次会议由顾锦成主持，我的亲爸亲妈坐在台下，笑容满面。顾嫣然坐在台上，微笑着向记者招手，凹着各种姿势摆拍。我站在他旁边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直视会议室门口，直到我熟悉到颤抖的身影夏梅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，我才放心地叹出一口长气。既然人已经到齐，我示意可以开始了。顾锦成的官腔打得不错，先介绍了我顾家大小姐的身份，轻描淡写讲述我被报错的经历，絮絮叨叨说了半个小时，才进入今天的主题。顾锦成把话筒递给我，去台下陪他爸妈坐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迎着亲生爸妈希冀的目光，开口道：“各位记者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认祖归宗是小事，更重要的是给替我享受17年锦衣玉食生活的妹妹道歉。大家都知道我跟她出生的时候被报错了吧？”台下众多摄像头齐齐闪着光，对准我和顾嫣然。为什么道歉呢？因为我明知我这位好妹妹对酒精过敏，我还拿酒水泼她，导致她被紧急救治，差点一命呜呼。台下唏嘘声一片。我爸爸已经对我用过家法了。台下首富爸爸脸色骤变，当然他并不是不爱我，只是看不得这个顶替我的妹妹受一点委屈。尴尬的寂静，哈哈哈，开个玩笑。现场再次热闹起来。我爸爸只是单纯的不爱我罢了。顾家人的脸色越来越沉，室内一片乌鸦头顶飞过。言归正传，我要开始今天的主题了。为了壮胆，请给我10秒钟。我在台下角落拿出我提前准备的一瓶白酒，拧盖上台。我喝口酒，壮胆，毕竟头一回干这事儿。咕噜咕噜，哈！顾家人个个脸色大变。我站在顾嫣然身前，郑重地对她说：“顾嫣然，上次用兑水的酒泼你是我不对，所以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顾嫣然高昂着头颅，一副接受弱者投诚的姿态，准备开口。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，打断他。所以这次我准备了老白干，不掺一滴水，你试试。说完，不顾顾家人大声呵斥，一抬手，一整瓶老白干从顾嫣然头顶淋下。啊！会议室响起顾嫣然的尖叫：“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”首富老爸不顾体统的大声叫嚷，被顾家人一带节奏，所有人乱成一片。我看着他们鸡飞狗跳，哈哈大笑。话筒里传来我冷静的声音：“爸，你被夏梅骗了。你看，你的宝贝女儿不是好好的吗？”顾嫣然被吓愣在座位上一动不动，该来的过敏反应迟迟也没来。顾家人也看着顾嫣然发呆，他们相互对视时间之长，好像时间都暂停了。我怕他们听不懂，又解释道：“顾嫣然根本不会酒精过敏，上次所谓的我泼她酒导致她差点死掉的事情，完全是她自导自演陷害我的把戏呀！”在顾嫣然自身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下，她百口莫辩，台下一片哗然。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然这么歹毒，为了陷害别人，不惜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，太可怕了。这样的人进入社会，不就是一颗随时爆炸的毒瘤吗？还以为顾家家风多好呢，竟然养出这种黑心玩意儿。面对众多指责，顾家人脸面全无，这大概是他们最丢脸的一次吧。顾嫣然脸色苍白如纸，面对众人鄙夷的眼神、嘲讽的话语，无地自容，哗啦啦流着眼泪，泣不成声。顾锦成艰难地质问：“嫣然，真的是你在陷害你小韩吗？为什么？”首富老爸不死心地冲上来，抓着顾嫣然的肩膀，拼命地摇：“你怎么没过敏？你为什么不过敏？”看着他们丑态百出，我只觉恶心。那是夏梅利用你的同情心，骗你选择抚养顾嫣然而编造的借口罢了。弱者才需要更多爱护，不是吗？爸爸，首富老爸的视线在我和顾嫣然之间徘徊，忽然失心疯一般大吼：“
骗子，骗子，都是骗子！顾嫣然浑身颤抖，小声哭泣着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”我的亲妈终于觉察到不对，惶恐的眼神看着我：“小韩，你什么意思？顾谨慎，你后来又见过夏梅是不是？啊，你说话呀！”我开始有点同情我的亲妈，我的亲妈妈呀。顾嫣然本来就是爸爸和夏梅的女儿呀，是吧？夏梅。随着我的视线，所有人纷纷扭头看向门口的夏梅，她面容衰败浮肿，眼神阴遮。你陷害我女儿，我打死你这个小杂种！夏梅咬牙切齿说着，顺手带起一张椅子朝我冲过来。呵，他还以为这是在他家可以称王称霸呢，还没等他靠近我，保安已经将他制服。小贱人，是你故意把我引来的，是你害了嫣然，你不得好死你！所有人都被这炸裂的消息震惊了，短暂愣神，纷纷将摄像机对准首富老爸和夏梅，请他们对此事说两句。一向稳重的首富老爸今日连连失态，他暴躁地推搡记者，叫嚣着让人家滚。雍容华贵的亲妈也抛开体面，疯了一样捶打撕扯首富老爸。顾锦成一改往日绅士模样，一把将顾嫣然狠狠摔倒在地，场面闹得不可开交。真情错付的滋味，被欺骗戏耍的滋味，愧疚悔恨的滋味，都不好受吧？我平等地鄙视他们每一个人。见两位当事人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记者矛头纷纷指向我。于是趁着他们打得不可开交，我给记者朋友们讲了一个故事。从我记事起，夏梅每年都会去市里一趟，而且每次回来就会毒打我一顿，还不准我叫她妈妈。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懂了，她一定是看到自己的女儿顾嫣然跟我亲妈亲近，她嫉妒了，恨了。12岁那年，我跟踪她来到市里，看她拉着一个小女孩，笑得温柔慈爱，我才知道她并不是一直那么凶狠，只是对我凶狠罢了。她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，是年轻时的首富爸爸。夏梅告诉她，他把我养得很好，没啥好担心的。男人也就没再过问。但在回来的路上，我被夏梅发现了，她把我拎回家，打断了我的腿。再后来，她就没去过市里，她不用工作，天天打牌。我想是那个男人给了她钱，她说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实际上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。我年幼的心灵有了一丝怀疑，这个女人可能不是我妈妈，那个男人也许是我爸爸。我努力捡破烂，收废品，端盘子，洗碗，攒够了钱，偷偷做了亲子鉴定。拿到结果的那一刻，我开心的想要起飞。夏梅，她真的不是我妈妈，妈妈是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的。至于夏梅为什么会怀上我爸的孩子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我满不在乎地讲完我的经历，一抬头却见几个记者在抹眼泪。各大新闻、网络短视频争相报道首富顾家的狗血恩怨情仇事。顾家一夜之间臭名昭著，爸妈离了婚，成了陌路人。因为首富老爸的作风影响了公司名誉，更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。几个股东联手把首富老爸踢出局，他的资产全部填充了公司的亏损。自此，首富老爸一无所有，贫穷老爸性情大变，十分狂躁。带着顾嫣然离开别墅时，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向，骂他扫把星。夏梅被我亲妈告上法庭，估计这辈子都摸不着麻将了，那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后来我成功考取了我理想的大学，顾嫣然连高考都没参加。我搬出别墅，带着王奶奶找了一处僻静的小区住下来。开学前，我亲妈和亲哥找到我，几次跟我道歉，邀请我回家，都被我拒绝。破碎的水晶杯不可能复原，破碎的心也一样。亲妈泪流不止，知道再也无法弥补我，只是一味地往我银行卡上打钱。我心安理得地收下，除了正常开支，我没有挥霍。等我毕业找到工作，就会把这张我们唯一联系的纽带还给他，此生互不相欠。开学当天，我带着王奶奶和为数不多的行李，高高兴兴奔赴火车站，奔赴属于我自己的新生活。行而不辍，未来可期。
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故事。返程前夜和闺蜜玩牌，她新傍的大款看了我们3家牌以后，非说要加注，我们不同意。她直接把自己路虎车钥匙往桌上一拍，怕输就别上桌，你们这些乡巴佬穷就算了，还怂得要死，活该一辈子穷命。闺蜜连忙拦她，哎呀哥，你快把车钥匙收好，我这帮穷亲戚手脚不干净，别再给你摸走了，那就划不来了。其他人气的直接下了桌，就剩我一个还在牌桌上。我想了想，最后把家里的拖拉机钥匙拍在了桌上，来，接着玩，我陪你玩。全场人一下都愣住了，闺蜜和大款陈红山更是一副很意外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我清清嗓子，再一次强调，他们不敢，我敢，我和你们玩。我已经忍这俩人很久了。今年过年，闺蜜刘汝燕带着新榜上的老板回来了，一进村见人就显摆陈红山给她新买的皮草和金链子。到我家看见我们全家还是农民以后，话里话外笑话我们家一辈子穷命。其实我家原本有点小钱，那年我哥和他谈恋爱，他要彩礼50万，我爸妈心疼哥哥，一咬牙把50万给了，结果他翻脸不认人，拿着钱就跑了。婚礼当天，宾客们都在，喜宴也摆起来了，新娘却不见了。我哥找不到他人，又觉得有愧于家里，从楼上一跃而下，摔成了瘫痪，现在都还在家里躺着。而他刘汝燕拿着我家的钱，在外面潇洒快活，傍上了新大款，还好意思来我们家炫耀。我心里本就窝着火，谁知他收价返程前，非要拉着我们几个陪他斗地主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哥那事是意外，他自己心里太脆弱了，可不能怪我。小袁，咱俩从小玩到大，就再陪我玩玩牌呗，我输点钱给你，也让你家好过一点。”他嘴上说着要输钱给我，实际上他那个男人陈红山一直看我们3家牌，手里小动作不停，给刘汝燕各种暗示，一直赢我们的。没想到这两人还不满足，还要加注，真是又贪又坏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只能让他输个畅快了。陈红山单根手指挑起我放桌子的拖拉机钥匙，一脸鄙夷不屑：“你这什么破烂，也敢往牌桌上拿？睁大眼看清楚，老子放的是路虎，乡巴佬，该不会连路虎都没见过吧？拖拉机一台也就几万。”但是他的路虎起码价值30万。我想了想，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把家里的东西拿来。老公来了以后，我把他带来的麦子收割机钥匙拍在了桌子上。这个大型机械一台30多万，应该能和你的路虎一个价了。陈红山皱紧了眉头，下意识反驳道：“你这什么破玩意，能值30万？”他不信邪，拍了车钥匙在网上搜型号。最后摸了摸鼻子，尴尬道：“勉强算你30万，继续打吧。我们3个玩的是斗地主，这把刘汝燕是地主。刚才陈红山把我们2家的牌都看光了，他现在很有信心，耀武扬威道：一把定胜负，敢不敢？”我点头，招呼旁边的农民队友上桌继续打，就我和刘汝燕之间赌输赢，你帮着打完就行。我老公终于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着急忙慌道：“彭小媛，你瞎闹什么呢？这收割机是咱们租来的，又不是买来的，你拿它赌，要是输了，咱们家就要赔人家几十万了。”他急得眼睛都红了，做事要把我手里的牌扔到桌上去。陈红山一把攥住了我老公的手，满脸横肉抖了抖：“上了牌桌哪还有反悔的？要怪就怪你老婆好赌。”刘汝燕用牌瓣遮住脸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袁，你说你本来就不宽裕，家里还有个瘫痪哥哥要养，还上赶着给我送钱，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哥哥，他还好意思提我哥？”我气得头脑发晕，给老公递过去一个眼神，任由陈红山把他拉到一旁，继续出牌。刚才到谁了？队友继续打牌。我手里也有不少大牌，但是无论我打什么，刘汝燕都压我一头。我打出3个尖，他出3个2，我出连队，他都能给我管死。
最后，他把手里仅剩的2张牌往桌上一甩，大喊：“王炸！哈哈，你输了，彭小圆。”我看了看自己手里的4个 K， 差一点就轮到我赢了。刘汝燕把我的收割机钥匙拿走，用手指转着玩。哎，彭小圆，你这破铜烂铁真能值30万，可别骗我呀！要是你骗我，你得给我补30万现金。我坐在牌桌上，双拳捏紧，脸也绷得紧紧的。旁边牌友拍拍我的肩，劝我：“小圆没事，你还年轻，30万5、6年也就还完了。实在不行，就和刘汝燕一样出去打工，应该也能多挣点。”后面看牌的几个长辈更是连连摇头：“小圆啊，太年轻气盛了。你的牌虽然好，但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啊。”一直没说话的我抬起头，目光坚决：“再来一把！”听到我这话，刘汝燕和陈红山眼睛都亮了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陈红山更是搂着刘汝燕猛亲了一口：“宝贝，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，在你们这种穷村子都能遇到冤大头，上赶着给咱俩送钱。”刘汝燕兴奋的脸都红了：“玩？你想玩，我就陪你玩。”他这几把一直当地主，总能抓一手的大牌，手气很旺。同桌的牌友劝我别上头，我把他们摁回到位置上，坚持继续玩。很快，牌发完了，我扫视了一眼，心里有了数。我第一个叫分，还没开口，陈红山就打岔道：“要我说，咱们也别叫分了，直接把赌注往牌桌上摆吧。彭小圆，看你的样子是想叫地主，你先拿钱出来。我们汝燕可不跟没钱的人玩牌，那纯属浪费时间。”我问：“赌注最小多少？”陈红山张开手掌，嘴角带着嘲讽的讥笑：“底分1万，你敢不敢玩？”他说着，给刘汝燕递了个眼神。刘汝燕会意，从一旁的皮包里拿出1沓钞票，直接摆在了桌上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淡淡说道，打开自己的微信余额，只剩2万块。我先叫地主，下1万。刘汝燕立刻甩出一摞钱，5万。我抢地主，其他2个人见状，屏住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他叫了5万，我不能比这个钱少，不然就叫地主失败了。但是这一把，我必须当地主。我退下了脖子上的金项链，还有手腕上的金手镯，手指上的金戒指，这些都是结婚时老公给我买的金饰，戴到今天都有感情了。我把3金往桌上一摆，余额1万加这些金子，5万。我继续抢地主。刘汝燕扫了那几件金饰，上手掂了掂：“你这几件金怎么感觉轻飘飘的？是不是真金啊？”我回答：“你要是真赢走了，不是真金，我赔钱给你。”刘汝燕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谁知陈红山又不满道：“不够不够，你这点碎金子怎么能值4万？”没办法，我又把耳朵上的金耳环、右手的金手链全卸下来放了上去。他这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。又到刘汝燕叫牌，他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顺手把刚才我输的收割机钥匙拍在了桌上：“30万，抢地主。”彭小圆，刚才是你自己说这破东西值30万的，现在你想抢地主，得先拿30万出来。就在我思量着该如何拿钱继续叫地主的时候，我爸妈冲过来了。我妈直接捂住了我的嘴，急得满头是汗：“小圆，听妈话，别叫了。输的那辆收割机，妈和你一起打工还。那些金子和钱，咱们输了也就输了。可你要是再叫，那就是60多万了。咱们庄稼人一年种地几个钱呢？能让你这么糟践？”他说完，又对着刘汝燕陪笑脸：“燕儿啊，你和小圆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”刘汝燕鄙夷地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：“彭小圆，刚我都说了，没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你非不听，这会儿把你妈拿过来打人情牌。这样吧，阿姨，看在也算我半个长辈的份上，你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今天这牌我就不玩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。我们一个村的，多少有些沾亲带故的，
算起来，我妈是他远房表姨，是正经的长辈，他现在却要我妈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磕头，真是倒反天罡。可我妈却还真的认真思考起来，然后抿了抿唇，低着头准备跪。妈！我大喊一声，把她拉住了。妈，你今天要是跪了，咱们这辈子就抬不起头了。我妈哭得泪流满面。我知道，可妈要是不跪，你输了，那就是大几十万的债，光靠种田要种到啥时候才能还清啊？你孩子还小，你哥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动，光养他后半辈子就要不少钱，你现在又输了这么多。我要是磕点头就能省下来这些钱的话，那我也愿意。看到我妈这样，我也心如刀绞。我知道今天这把我一定要赢，为了我妈，更为了我哥。我把我妈朝我爸的方向推了一把。爸，你看好吗？这把我绝对能赢。自己则迅速打开各大网贷平台借了个遍，然后把手机亮开，30万够了，继续抢地主。我妈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爸更是跳脚道：“你这死孩子，怎么就不听劝呢？非要把你妈气死你才高兴吗？”他看了一眼牌桌，发现了不对，高喊道：“错了错了，你们玩错了！斗地主哪有这么叫的？叫一轮就该结束了。”他也想让我们尽快结束牌局。刘汝燕大笑道：“彭叔，一看你就是土老帽。刚才我们玩的时候就定了新规矩，叫地主可以无限叫，叫到对方跟不起为止。要玩就玩刺激的，你说对吧？”彭小媛，我点头。对，轮到刘汝燕了。这次陈红山又把他的路虎车钥匙拍桌上了，但他仍然觉得不太够，把自己手腕上的表也卸下来了。劳力士加路虎，50万抢地主。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，加上之前他们叫的，桌上赌注已经接近100万。但如果我拿不到地主，我将必输无疑。我冷笑道：“刘汝燕，当年我家给了你50万彩礼，你现在先把那笔钱吐出来了吧？”没想到刘汝燕一点不慌，直接亮出了我哥和他的聊天记录。什么彩礼50万？那是你哥追我花的钱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备注上写了，是自愿赠与。我定睛一瞧，我哥还真是这么写的，但他是被刘汝燕哄骗着写的。当时明明说好，那就是彩礼钱。没办法，我咬牙扭头对老公说：“把家里的房本拿来。”老公当然是不愿意。我冲他大吼：“我如果不能当地主，那才是输惨了。你要是信我，就把钱拿来。”老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头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回来了，房本摔在了我面前。他淡淡道：“彭小媛，你要房本我给你，但你要是输了，咱俩就离婚。”桌上桌下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玩牌玩到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的太多了。眼下的我就像一个癫狂的赌徒，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。我刚4岁的孩子也来了，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但他能感到爸爸妈妈的情绪都很糟糕。他哭着过来要抱我的大腿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别玩了，来和我玩，和爸爸玩。”牌桌上正是关键时候，我只能把孩子往旁边推：“宝宝乖，妈妈很快就结束了。”对面的刘汝燕笑道：“彭小媛，你确实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因为你马上就要输个底朝天。”他悄悄翻起了自己的牌面给旁边的陈红山看，陈红山眼睛顿时亮得和灯泡一样，他没忍住，一句脏话骂出了口：“操，这牌怎么输啊，宝宝！”刘汝燕更是笑得花枝乱颤：“就是说呀，就算我想输，也难得很呢。抢地主，这必须抢地主，等着，我去给你拿钱去。”陈红山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去他路虎里取了个蛇皮袋过来。他把蛇皮袋扔在桌上，哗啦啦地往下倒，整整50捆。但他仍然觉得不够，啪的一下甩出了自己的房本：“我在市中心刚买的房，300万抢地主。彭小媛，你跟还是不跟？300万！”这个数字像一道闪电一般劈在了我身上，我浑身麻麻的，甚至觉得血液都有点凉。身后的家人们劝我：“别玩了，小媛，下桌吧。”
刘汝燕却说：“现在下桌等于自动认输。彭小媛，你想清楚熬。”我定了定心神，不能下桌。现在下桌才是真的输了。我要为我哥出口气，为我家人出口气。就在我想还能从哪里凑出300万的时候，对面的刘汝燕忽然大喊一声：“等一下！”我明牌，啪，10几张扑克被甩在桌上。我定睛一看，顿时全身的血都往脑袋上涌了过去。一对大小王，4个2、4个尖，还有4个 K， 这牌好到简直折寿啊！刘汝燕看出我全身发抖，还以为我怕了。她激动的一只脚直接踩在了牌桌上，像野兽一样嘶吼：“彭小媛，明牌赌注翻倍，这规矩你认不认？”我身体控制不住的抖，哆嗦着嘴唇说道：“我认。翻倍，那就是600万。京城的医生曾经说过，如果凑齐了500万，就可以把我哥送到国外去治疗，说不定能让他站起来。”我心狂跳，几乎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就在刘汝燕准备直接出牌当地主的时候，我又抬起手：“等一下，我还要再抢地主。”这下，痴呆震惊的人变成了刘汝燕和陈洪山。刘汝燕拧着眉头质问道：“彭小媛，你疯了吧？你没看到我什么牌吗？”他用力地点了点自己的牌。我淡然道：“看到了呀，都是炸弹嘛。”他好像有点被我气笑了，摇着头说：“我知道你家里有个傻子哥哥，你是不是也智力不正常啊？这牌你还敢抢地主？你是不是脑子叫驴踢了？”就在他肆意发泄的时候，旁边的陈洪山察觉到了不对，他用胳膊撞了一下刘汝燕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不对，我刚才看彭小媛打牌，他不是没脑子的人，很有可能他手里的牌比你更大。”刘汝燕挽着陈洪山的胳膊撒娇埋怨道：“陈哥，你怎么向着外人不向着我呀？我这都4个2、4个尖了，还有一对王炸，他还能有什么牌比我大呀？”陈洪山比他更为冷静，他点了点桌上刚翻开的赖子牌：“你现在的炸弹再大也就4张，万一彭小媛组成几个5个一样的炸弹，那你就输了。”刘汝燕一下白了脸色，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连忙用求救的眼光看陈洪山：“哥，你说我现在该咋办啊？彭小媛的牌该不会真比我大吧？我这都明牌了，也没机会收手啊！”看到刘汝燕着急了，我冷哼一声，忍不住出言讥讽道：“刚才不是还志在必得吗？怎么现在怕了？”刘汝燕脸色涨得青紫，一巴掌拍在了牌桌上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猖狂什么呀？刚才抢地主的钱凑出来了吗？我可提醒你，现在你得拿出来起码600万才能跟我继续玩。”我刚要说话，陈洪山忽然一个闪身探头，看了旁边人的牌，看完之后，他兴奋地直拍大腿：“跟姓彭的玩，就跟他玩，看谁能玩死谁。”我都看到了，赖子牌全在这人手里，彭小媛家的牌不可能比你大。我心口一紧，没想到他们耍赖耍得这么明目张胆。刘汝燕听后狂笑不已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尽管身后看牌的人指责他们耍赖又偷看别人牌，但这2人没脸没皮，丝毫不在意。刘汝燕甚至扬了扬下巴对我说：“别装了，你手里根本就没什么大牌，还想唬人呢？我劝你呀，趁早认输，攒点钱给你的瘫痪的哥哥养老送终吧。”听到刘汝燕提到我哥，我更是恨得牙痒痒。不就600万吗？这个地主我抢定了。对面的渣男贱女双手抱在胸前，似笑皆笑地看着我，就等着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赌桌。我胸腔发热，脸部因为激动而充血泛红。家里的钱都被我掏空了，网贷我也借光了，眼下我走投无路，一时半会竟真的想不到还能从哪儿搞到钱来。就在这时，和我一起在牌桌上的发小李新桃忽然一拍桌：“小袁，我借你10万。”我愣住了，刘汝燕更是完全傻眼。只听李新桃愤怒道：“妈的，早就看你们这对贱人不顺眼了！女的打牌，男的偷窥，1把2把也算了，这么关键的时候还这么不要脸，真当我们农村人好欺负是不是？”
我怔怔地看着李新桃，胸膛中溢出一股无言的感动。和刘汝燕这样的假闺蜜相比，李新桃才是真朋友。李新桃不光自己借我10万，还对后面看牌的同村人吆喝道：“别光看热闹了，也帮帮小袁啊！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他什么脾性你们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打没把握的仗。这次我信他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太珍贵了。紧接着，我听到身后的人又陆陆续续开始喊：“我也出10万。”倒不是因为彭小媛，而是单纯和刘汝燕这个贱人有私仇。刘汝燕，当初你跟我侄子谈恋爱，把他骗到赌场里，你自己赚佣金，害得我侄子欠了高利贷，家破人亡。你还好意思带着你新傍的大款回村，就不怕大家一口一个唾沫喷死你吗？就是，还有彭家给出去的50万彩礼，在座的谁不知道？彭家当初婚宴都办了，结果你这个新娘直接逃婚了。咱们农村人挣50万容易吗？就被你这个小蹄子这么骗走了。小袁，表嫂我支持你，给你家20万，还有我50万。咱们彭家不争馒头争口气，三叔也给你加5万，我出30万。就见不惯刘汝燕这个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卖身求荣的东西，瞎嘚瑟什么呢？随着一声声亲戚朋友们的高声支持，很快我就凑齐了600万。我哽咽不已，双手合十，不停对着亲戚们拜谢：“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”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连我爸妈都有很是动容，他们和我一起鞠躬感谢着出钱的亲戚朋友。在抬头时，他们都已经泪流满面。小袁，你千万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！我知道这份信任来之不易，更像巨石一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。但我对我的牌有十足的信心。我重新回到牌桌，深吸一口气，盯着对面的刘汝燕和陈红山，一字一句道：“600万，我抢地主，你抢不抢？”这下他们俩全都沉默了。刘汝燕用求救的目光看向陈红山，陈红山却突然发起火来：“你看我干嘛？你自己掏钱！”刘汝燕一下憋起了嘴，呜咽着扮起了可怜：“陈哥，你知道我的，哪有什么钱呢？不都是靠你吗？”闭嘴！陈红山怒不可遏地呵斥了他一句：“他娘的！本来就只是随便玩玩，现在搞得这么大，我从哪给你弄600万去？可是你刚才不是还？”刘汝燕话音未落，陈红山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：“小贱人，还敢跟老子顶嘴？你自己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牌桌上的钱都是老子的，要是输了，把你命卖了都值不了这么多钱。”刘汝燕激动地说：“不可能输的呀，陈哥！你看，你自己好好看看我的牌，我拿什么输啊？”眼看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，我挖了挖耳朵，催促道：“行了，别吵了，抢不抢啊？不抢，这地主可就我当了。”陈红山阴着脸看我不说话，显然是不想再给钱的意思。刘汝燕脸涨得通红，眼睛转来转去，却始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。她一拍桌面：“不抢了，就让给你。我就不信你手里17张牌还能秒我！”我把牌桌上3张地主牌也收了回去，皮笑肉不笑地提醒他：“蠢货，地主家哪里只有17张牌，是20张牌。”刘汝燕被我骂蠢，更是气得鼻子都歪了。“行啊，20张牌你出啊！你只要一把出不完，你就等死吧你！”我看了看手中的牌，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我不断地加码抢地主，就是因为我有必胜的心，无论下面的牌是什么，我都能赢。我把手里的牌整理了一下，刘汝燕见我久久不出牌，冷笑连连：“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牌打不出来了？”我爸妈的心也同时提到了嗓子眼，他们全都站到我身后，紧张地扫视了一眼我的牌。看完后，我妈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：“还好还好，牌不错，挺顺的。”我爸却眉头紧皱：“不行啊，女儿，你这怎么一个炸弹都没有？”我爸不常打牌，看不懂其中的门道。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解释，对面的刘汝燕就先笑出声了：“
彭小媛，你连炸弹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赢我？靠嘴呀！要我说脑子不好就别出来玩牌。现在不光你自己输，现场这些人都得跟着你赔。我看你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？此言一出，原本支持我的亲戚们忽然没了声音，大家面面相觑，看上去比我还要紧张。这时，我老公看了一眼我的牌，看完之后，他竟然哈哈大笑，鼓起掌来：“好好好，这牌好，真是天助你也呀，老婆！”我这一家3口人看的是同一副牌，但给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。刘汝燕眯了眯眼睛，笃定道：“你老公肯定是在装吧？裤衩都要输没了，还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呢，跟你还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”我老公没有理他，而是捧着我的脸猛猛地亲了一口，大声称赞道：“老婆你真棒！”亲戚们焦急又紧张，连忙问他：“什么牌呀？什么牌？真的能赢吗？”我老公拍拍胸膛，用十分骄傲的语气说：“包赢的。”他满眼放光，开始畅想起未来。你说赢了这么多钱，咱们该怎么花泥？我看着刘汝燕的脸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别的不说，得先让他把骗咱们家50万的彩礼钱吐出来。话已至此，刘汝燕彻底没了耐性，拍桌子叫喊道：“别吹了，有本事就直接出牌！”陈洪山也急得把桌子敲得啪啪响。我的工程上还有事儿呢，没工夫听你们在这吹牛演戏，麻溜的出牌。老公挺胸抬头，指着对面的狗男女，大声指挥我：“老婆，打出去！”直到这一刻，陈洪山和刘汝燕还不知道我的手里的牌有多危险。他俩相视一笑，看着彭家的傻货们，只要他彭小媛一把出不完牌，咱们就必胜。是啊，只要我让你走一手牌，我这牌就输了。我说着，将手里一把牌全甩在了桌上，对上陈洪山和刘汝燕惊讶不解的目光后，我淡笑着解释：“但很可惜，我一把牌走光了，5个3带1飞机，我牌出完了。”时间好像在刹那间凝固住了。陈洪山和刘汝燕更是惊讶到张大嘴巴，全身都像被冻住了一样。刘汝燕下意识反驳道：“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”陈洪山一个熊扑冲了过来，一张一张的看我的牌，3个7、3个6、3个5、3个4、3个3，配5张单牌，一个赖子没有，一个王没有，甚至连一个大牌都没有，但就是一把出光了。你耍赖，你出千，你肯定藏牌了！陈洪山指着我大喊道，他双眼猩红，像掉入陷阱濒死的野兽。面对他的癫狂，我只是平静地斜了他一眼。20张牌都在这，我藏什么牌了？那就是换牌，你肯定换牌了，这把不算。他说着就要去抢回自己放在牌桌上的赌注，而我给旁边的工作人员递了个眼神，几个黑衣保镖立刻冲过来，将他按在牌桌上。先生，愿赌服输，你要是冲动行事，我们可就要出手了。没错，我们这帮人根本不在村里，而是在澳门的一家赌场里。刘汝燕回村后，非说要带我们去澳门玩，给一大帮人买了联航机票，把我们送到这赌场里来，想名正言顺地赢走我们这帮农民的钱，却没想到被我们反杀。被压在桌子上的陈洪山费力挣扎，嘴上大喊着：“他一定出千，刘汝燕的牌必赢啊！”我点了一点自己的牌，又点了点他的头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这话你没听过吗？抬头，对面的刘汝燕已经彻底崩溃了，手里的牌洒落一地，人也跟着瘫倒了地上。看到我朝他走近，他连滚带爬，跪在地上求我饶命：“彭小媛，彭小媛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求你了，把钱还给我吧，我不玩了。”我指了指旁边的监控，嘲讽他：“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说不玩就不玩，刚才扔赌注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监控已经拍得清清楚楚，澳门赌场可从来不会包庇谁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还要多谢你把我们一家送到这里来玩，还送钱给我们。”我扭头要走，刘汝燕却哭着一下抱住了我的大腿，她仰头看我，
一张脸涕泗横流，眼泪和鼻涕融在了一起。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，彭小媛！陈红山，陈红山，他会杀了我的。咱俩以前还是闺蜜，你救救我吧，闺蜜！我朝他啐了一口。你简直侮辱了这个词！绝望中的刘汝燕忽然萌生了新念头，她紧紧抱住我的腿，哀求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嫁给你哥，我嫁给你哥好不好？只求你别拿走这些钱，这都是我的命啊！”我一脚将刘汝燕踹翻到一边，现在还想嫁给我哥，你也配吗？老公已经将牌桌上所有的钱和物全部收好，他抱着那些沉甸甸的钱财对我笑道：“老婆，你真厉害，有了这些钱，大舅哥的病估计就能治好了。”没错，我之所以要这么拼命的和刘汝燕赌钱，就是为了赚一大笔钱给我哥去国外治病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明牌要翻倍，输掉的所有钱得翻倍呢，你说是吧？荷官大哥，站在一旁的荷官对我微微一笑。没错，女士，刚才你们下注的时候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位女士确实打出了明牌，要求翻倍，所以除掉场上这些钱财外，她还需要再额外向你们支付770万，770万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了。刘汝燕两眼一翻，直接晕死过去。而陈红山冲破了保安的束缚，一拳砸在了地上刘汝燕的脸上。妈的贱人！都怪你，都怪你害得老子输得这么惨！原本晕过去的刘汝燕生生被陈红山打醒了，他抱头鼠窜，哭喊着：“饶命啊，饶命啊，陈哥！”他俩来的时候如胶似漆，现在却拳脚相加，怎么不算一出好戏呢？我回头深深地对着同行的人鞠了一躬，谢谢大家。本来这只是我们家和刘汝燕之间的事情，但大家刚才那么信任我，帮我凑够了钱，抢到了地主，我这才赢了牌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我拿回桌上属于我的本金，把那300万的房本举了起来，等我回去就把这套房卖了，钱平分给大家，就当是对大家的感谢了。亲戚朋友们听到这话，纷纷鼓掌叫好起来。在荷官的帮助下，陈红山和刘汝燕当场分别给我写下了385万的欠条。分别前，刘汝燕看我的表情，又害怕又愤怒，她质问我：“你就是出千了是不是？你第一把书分明就是诱惑我们上当。”我双手摊开：“是又怎么样？说起来还要多谢谢你。当年你把我家骗得倾家荡产，我因此外出在商 K 里打了1年工，别说是斗地主了，就算是炸金花德州，我也都能陪你玩玩。你以为带个耍赖的陈红山过来四处看人牌就能赢了？我有的是手段让你输。”刘汝燕听完，倒抽一口凉气，人又晕了。旁边的人立刻把他拉去急救，我则叮嘱他们，可千万不能让他死啊，他还欠我300多万呢。另一边的陈红山咬牙切齿，看我的眼神恨到了极致。他为了能从赌场脱身，从其他朋友那儿借了385万，当场还给了我。你给我记住，临走前他还在耀武扬威的。我没有理会，只是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300多万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我抱起旁边的女儿，亲了她的小脸颊一口：“宝宝，妈妈有钱了，你想要什么都能买。”“真的吗？妈妈，那我想要10种口味的棒棒糖。”我被他的话逗笑。好好好，别说10种口味，100种口味妈妈也给你买。从澳门回村后，我立刻包机，带着哥哥去国外找医生看病。当我拿出几百万砸进去之后，我哥竟然真的从床上站起来了。病房里，我们一家4口激动相拥。哥哥在知道我做的事情之后，沙哑着嗓子责怪我：“彭小媛，你怎么胆子那么大？你就不怕？”“我不怕。”我坦坦荡荡地回答。我相信正义总是会站在正直善良的人这边的。我哥想骂我又舍不得骂我，最后忍不住摇摇头，一把抱住了我。他在我耳边发自内心地说：“谢谢你妹妹，谢谢为我你做的一切。”我们家这边欢天喜地。刘汝燕那边可算是倒大霉了，将近400万的债务几乎快要了他的命。
听同村的人说，他在大城市准备故技重施傍大款，但是陈洪山压根没打算放过他，早就在圈内搞臭了他的名声。刘汝燕傍不上大款，还被陈洪山逼着又欠了1000万的欠款。5年后，刘汝燕还清了钱，却始终没有见到他人。听别人说，曾经在一些灯红酒绿的地方见到他，看上去也没在做正经事。对此，我耸了耸肩，关我啥事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一条道走到黑也是他的事。家里人都很支持我的观点，我们一家已经在村里盖起了几栋小楼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哥也找了个新对象，嫂子人非常好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幸福平安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